有一种人绝对不能惹，他能报复你一辈子。93年，我得罪了一个人，他追了我17年。93年，我22岁。那天有喜事，我女朋友李芳怀孕了。我叫了几个兄弟出来，想问他们借钱，好上门跟李芳家里提亲。我带他们去路边摊吃烧烤，准备吃的差不多的时候，开口借钱。结果隔壁桌的男人喝醉了，跑来我们这桌。他先看了眼李芳，然后就调戏他。那时候我年轻气盛，带着几个兄弟把他按在地上打。后面警察来了，他们都跑了，只有我还在地上打人，结果被当场逮捕。李芳当时着急，他极力跟警察解释我打人的原因，可我打了人是事实，还是要被警察带走。我让李芳别急，让他回家休息，他就站在路边，亲眼看见我被抓上警车。后来到了警局拘留室，我以为就是普通的打架斗殴，做个笔录就把我放了。可我在拘留室等了一天，没等到释放的消息，结果等到警察的一句话，你把那男的一颗肾打爆了，他家里人要告你，你可能要坐几年牢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傻了。后来听说那男的可以不告我，但要我拿3000块钱赔给他。93年的时候，2块钱能买一只老母鸡，3000块就是1500只老母鸡。我爸早死了，我妈也改嫁了，就是因为没人管我，我才成了混混，哪里拿得出这么多钱？对方说没钱免谈，最后没有意外，我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入狱，要坐4年的牢。坐牢的头2个月，李芳偶尔会来看看我，后来他有段日子没来，再来的时候气色很差，肚子也小了。然后我才知道，他家里人发现她怀孕的事儿，知道是我的种，又听说我在坐牢，于是全家都劝她去打胎。她说什么也不肯，可家里告诉她，你还没结婚，哪来的准生证？就算你执意生下来，孩子怎么上户口？难道要等那个男人坐完4年牢再说？到时候孩子都3岁了，这3年怎么熬？你想过吗？家里人最后劝动了李芳，带她去做了流产。这趟她来见我，是瞒着家里偷跑出来的，就为了和我说对不起。我悔啊，我打自己巴掌，我骂自己混蛋。如果我那晚只是点到为止，或者那晚我也跑了，那我就不会坐牢，李芳也不会被家里带去流产。后面李芳对我说她会等我出来时，我贴着玻璃哭得打抖。我在心里发誓，将来一定要让她过上好日子，却不知道将来2字那么短暂。4年后，也就是97年，我刑满释放。出狱后，我找了份餐馆洗盘子的工作，再把自己打理得干净一些，用在监狱里糊纸盒的收入，买了一提旺仔牛奶和旺旺大礼包带去李芳家里。当时李芳给我开门，她满脸的高兴。他爸坐在客厅看电视，扭头问了句谁来了，看见是我就冷哼一声，继续看电视。他妈从厨房出来，好奇是谁，看见是我，转身就回厨房。我低着头，很羞愧。李芳跟我说，他们只是在忙，先进来吧。然后从我手里接过见面礼，放到茶几上，接着关门，拿了双合脚的拖鞋给我，最后把我往沙发上领。他爸坐在长沙发的中间，我坐在小沙发上，李芳夹在我们中间。刚想和他爸说一句话，他爸就拿遥控器关掉电视，对厨房喊了句晚饭不用，叫我就回房间了。来之前我就想过他爸会不待见我，只是没想到有这么严重。一想到他爸因为我不吃晚饭我就坐立难安，想了一会儿，最后还是决定离开。我起身，我可能来的不是时候，我下次再来。李芳也没办法，我送你吧。话刚说完，李芳他妈从厨房出来，你要走了，那就不留你了。李芳过来帮我搭把手。我知道他妈的意思是让他留下，李芳只能点头。最后我出门往自己40平的出租屋走，那时候路灯少，隔几十米才有一个昏黄的路灯。我的视野时明时暗，前路如何模糊不清。洗盘子的工作挣不到什么钱，还很枯燥乏味。从上班到下班，每天有上千的盘子送到我面前，一根水管在我手边，只放出很小的水流，一做就是一天。要放在4年前，这样重复且枯燥的生活，我想都不敢想。可放到现在，我居然很习惯。大约是在监狱待久了，性子也磨平了。20多天后，我领到了第1个月的工钱，只有400块。我去农贸市场买了2只三黄鸡和1盒茶叶，觉得买少了，又买了2斤坚果和几袋大白兔奶糖，准备第2次去李芳家。刚走到李芳家楼下的时候，看见卖橘子的小车，就又称了2斤橘子，终于是显得手上沉甸甸的。上楼梯时，我怕又像上次一样影响李芳他爸吃饭，便准备送完礼就走。李芳在门口笑脸嘻嘻地迎接我，你怎么买这么多东西？我只笑说，这鸡还有茶叶是给叔叔阿姨买的，大白兔奶糖是给你买的，你喜欢吃，快进来吧，这些都给我。我拿着吧，这2只鸡是活的，一会儿挠到你。李芳接过我右手的东西，一样样地放在茶几上，然后把我左手的2只鸡送进厨房。紧接着我就听见他和他妈聊了几句。哟，2只鸡呢？是啊，母鸡。能下蛋不？能吧，咱先养着，到过年了要是都不下蛋，咱喝鸡汤。好，先放厨房，阳台冷，一会儿冻死了。好。我听着他们母女的谈话，感觉这次他妈妈心情不算太差。可毕竟是第2次上门，我不敢待太久，生怕叔叔又因为我跑房间去。于是我说，叔叔，
那我走了。李芳他爸皱眉看我，好像在打量我。这就走啊？我苦笑。啊，那个今天东西买多了，就给您送点来，送完了，我先走了。说着，我转身出去把门带上。在下到2楼的时候，听见李芳追了出来。你等会。哦，我停下步子，听着李芳的脚步越来越近。等她走到我面前时，手里拿了个红色的塑料袋子，里面有几根毛线针凸出来。她从袋子里拿了一副手套出来，喊我伸手。我起初是摊开手掌，她说竖着伸，我照办。然后她一边说话一边把手套戴到我手上。这么冷的天，你们那洗盘子还是冷水，你别傻傻的就戴个塑胶手套，你可以在塑胶手套里再套一层毛线手套啊，这样洗盘子手不冷。本来还给你织了围巾的，还没织好，等织好了我给你送过去。我那时候眼睛一下就红了，真的，这么好的女人，我这辈子都不会遇到第二个了。可能是这段时间太憋屈了，我有点控制不住表情，脸上的肌肉扭在一起，一下就哭了。李芳站在比我高一级的台阶上，比我高小半个头，她把我抱在怀里，哄小孩一样的说：好了好了，你做得很棒，你都没看到，我妈今天脸色可好了，刚才出门的时候我爸都不拦着我，他们是给你机会。听到这句话，我更憋屈了，在李芳怀里大哭。哎呦，好了好了，她一边哄我，一边拍我的背。我那时候也管不了那么多，就想大哭一场，以至于忘了我们在外头。期间有个邻居买完东西上楼，正好撞见我们，还特地侧过身子走上楼，上去以后还不忘哎呦了一声。李芳也觉得羞了，就小声说：阿成，可以了，别哭了，丢死人了。我哭够了，重新站好，跟他说：那我下次再来。好，下次来不用带那么多东西，人来了就行。之后我下楼出了巷子，这次回家的路总感觉比上次要亮一点，而且我戴着手套，手一点也不冷。后面我去李芳家的频率比较高，隔3差5就会去一趟，但去的时候不带礼物，只带些灯泡水管。李芳来餐馆看我的时候，偶尔会和我提起家里哪里的灯不亮了，水管有点漏水，床板有点吱嘎响。我会修，就想趁休息的时候去他家修一修。李芳他妈是全职主妇，平时都待在家里，他爸是国营机电厂的熟练工，我去的时候他都在厂里上班，时间上正好能错开。也许是我常来修东西，李芳妈妈对我的态度好了很多。这次下午来他家修水管，刚换完新的，他妈妈就拿了条热毛巾给我擦脸擦手。哎呀，小黄辛苦了，平时我叫你叔叔来修，他总要拖好久，这下都让你修好了。我很腼腆，只说下午餐馆没人吃饭，盘子都洗完了，我闲着也是闲着。他妈妈看着我，哎呦了一声。挺好的一孩子，李芳都跟我说了，你当初跟人打架是因为那人欺负李芳，你是帮李芳出头，你骨子里是个好孩子。我很羞愧，打我15岁起就没人管过我了，我成天混迹街头巷尾，没想到有一天能成为家长口中的好孩子。这时客厅的门锁开了，然后听见李芳他爸的声音，还他妈发年货了。说着就看见李芳他爸手里领着大米油腊肉喜糖往里走，我俩正好打了个照面。他问我你怎么在这？我忽然哑巴了，说不出话来。我一直很怕他爸，总觉得天下没有一个男孩子在结婚前不怕女朋友他爸的。后面是李芳妈妈出来打圆场，人家这段时间都会趁着下午休息来帮咱家做事。你以为那些坏掉的灯、家具、水管都是自己好的？你平时一回家就看电视，家务你从来不管，还不都是人家小黄做的？听了这话，李芳爸爸的眉头又皱紧了一点，开始在我身上打量。我觉得不自在，就找借口说那个我可能又有盘子了，我回去上班了。说完就要走，李芳他爸叫住我，我吓得僵在原地。谁知道他下一句居然是下班来家里吃饭，我单位发了蜡烛蛇。那一刻我先是紧张，然后是惊讶，反应过来后就成了开心，在后面莫名有些想哭。我赶紧转身给叔叔鞠躬，谢谢叔叔。他只是拿右手手掌在空中上下比划了一下，用一种有点嫌弃又有点亲近的口吻对我说，行，走吧走吧走吧。我抬头看见李芳在他妈后面笑，我跟他四目相对了一会儿，然后就回去上班了。真的开心，特别开心。这一刻的幸福，即便是多年以后再回想起来，也依然是我心里最柔软的记忆。农历97年的最后一天，也就是除夕，我是在李芳家过的。起初李芳叫我的时候，我还不敢，那可是除夕，大伙吃的是年夜饭，我怕我去了影响他们家的氛围。可李芳告诉我，我爸让你来的。我听完都懵了，很惊喜。上个月我去李芳家吃蜡烛蛇的时候，他爸爸一直低头吃菜，什么也不说，我还以为是我倒了他的胃口，没想到还有机会再去李芳家。我爸一直这样，做事冲动，嘴硬心软，虽然他总说不会同意我俩的事儿，但他还是会尊重我的意见，不然我哪敢让你一出狱就来我家呀。紧接着李芳又说，我教你，你除夕来的时候买2条红塔山，我爸爱抽这个，他看到烟脸色能好看很多，你再给我妈带一罐蜂蜜，他老以为那东西贵不肯买，其实没几块钱。然后除夕当天，我真的按李芳说的，2条红塔山和1罐蜂蜜，他爸妈的脸色真的好了很多。一进门的时候，看电视的叔叔嗯了一下，指着烟冲我瞪眼睛，我赶紧点头。
把2条烟往叔叔手上送。是，叔叔，除夕快乐。好啊好啊，坐坐坐。我指着厨房，我给阿姨也带了点东西。好好好，去吧去吧，去玩回来陪我看电视。我走去厨房，把袋子放在砧板边，对他妈说：“阿姨，之前有人来我们餐馆卖野山蜜，我给您称了一罐，您看下。”阿姨一看，眼睛都直了，特别高兴。哎呦哎呦，你瞧这蜜颜色这么清，这是……我赶紧回答：槐花蜜。哦，对对对，好东西啊，这得放冰箱才行。小黄，你看看，过来吃饭带这么好的东西。说着，阿姨带着罐子往冰箱走，我则和一边切菜的李芳四目相对。她冲我笑，好像在问：这招好使吧？我直点头。后面开饭的时候，我记得很清楚，他家电视在客厅，那时候电视在放新闻，过会儿就是春晚。虽然客厅没人，但他爸就是要把电视开着，说听声。我们坐在餐厅，他爸开了瓶白酒，让阿姨拿了2个杯子来，问我能不能喝。我用大拇指和食指比了个 C， 一点点，可能是 C 的口子比得太大了。叔叔眼睛放光，哟，这么多得3、4两，说着就给我倒酒。我肯定是站着端酒杯，哪敢坐着等人倒酒啊？年夜饭是6菜1汤，有一道切片酱肘子特别好吃，李芳给我碗里加了很多，我起初是害羞的。他爸就说你得吃点，不能干喝，干喝对胃不好。我点头，后面就真的陪叔叔喝酒。碰杯的时候我是双手碰杯，杯子低他1指多，就这样还怕不够尊敬。一杯喝完，叔叔又给我加，当时酒都满出杯子了，就是不洒出来。我提杯子的时候得低头嗦一口才拿得起杯子。那时候我就觉得叔叔是练过的。后面叔叔问了我点事儿，我可能是喝了点酒，心里的话藏不住。我知道你爸走得早，你妈改嫁了，什么时候呢？我答，我爸是我13岁时候走的，我妈带我到14岁改的嫁，后面是我爷爷带我，89年的时候老人家走了。他算了下，哦，是你15岁那年老人家走了。对。家里还有其他人吗？没了。那你后来怎么生活的？没法生活，要钱没钱，宅子还让我妈带走了，我那时候没办法，就捡瓶子，后面跟一些混混出去当街溜子，做过一点小偷小摸。说到这，李芳的手在桌子底下拍了我一下，我当时醉着，没反应过来他什么意思，于是就看着他，我估计我当时目光呆滞，看他的眼神挺傻的。没想到李芳又拍我一下，还给我使眼色，我还是没反应过来。这时候他爸把酒杯往桌上撞，然后对李芳说：干什么你？你是嫌丢人啊？哪里丢人？男人谁年轻不犯点错？小偷小摸怎么了？那时候叫浪子，现在回头了就好，你要是嫌丢人你就别找他。小黄啊，喝酒。我这才明白李芳是怕他爸误会我。我举起酒杯喝了一口，他爸给我夹菜，说以前是生活所迫，那是没办法的，我看得出来你本心是好的。李芳跟我说了，你那次打人坐牢是因为那个男的对李芳动手动脚，这没错，你打得好，男人嘛，有时候是要做点男人要做的事。说到情深处，他举杯，我赶紧回敬。等我们抿了一口后，接着说，但是那是年轻不懂事，你现在牢也做完了，要长大了，要成熟了。我跟你说，一个家里男人是顶梁柱，男人做事一定要3思后行。你看你打了人，去坐牢了，坐牢的这几年，你想过家里人怎么办吗？当然你那时候没有家里人，我是说以后要是再有这种事，你进去坐牢了，家里人怎么办？是吧？我听着鼻酸，直点头。叔叔见我红了眼眶，意味深长的哎呀了一声，然后拍我的背，边拍边说，年轻都会犯错的，我年轻也犯过错，那时候叫投机倒把，我当时差点没挺过来，你阿姨那时候差点没等到我，我是觉得犯错不重要，犯了错要改，要浪子回头知道吧，我就这么个女儿，我是不想这么早把她嫁出去的，但是她也有这么大了，我觉得你们年轻人还是要早点成家，生活才有盼头。听到最后那句话，我就算喝了再多酒，脑子再迷糊，也一下反应过来了，那时候感动的别说眼泪，鼻涕都呼得冒泡了，哎呀，真的是。其实那时候说了很多，但我就记得一句话。当时李芳抽纸给我擦完鼻涕，我抬头就跟叔叔说，叔叔我没钱。叔叔当时猛一拍桌子，站起来指着客厅边上李芳的房间，钱多有钱多的活法，钱少有钱少的活法，我敢把女儿嫁给你，就是图你踏实。李芳的房间够大，给你当婚房你要肯，彩礼我不要你1分钱，酒席也不要你办，然后去把证领了，你现在改口叫我声爸。我哭得更激动了，从小到大没哭得这么激动过。我站起来一把抱住他，大叫了一声爸。我记得那时候我激动得直跺脚，后面喝高了，发生了什么我都不知道，就记得在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第2天，还是在李芳床上醒的。在后头的事儿没什么好说的，我改口叫了岳父岳母，还叫了老婆。然后我真的和李芳领证了，退了那间出租屋，去餐馆上班，第1天就给同事和老板发喜糖。当时老板娘还问我什么喜事，我羞着脸说我结婚了。老板听完就拍我，结婚怎么不叫我去喝喜酒啊，就发个喜糖，不够意思啊。我低头卑微地说，没办喜酒，就是领了证。老板娘是开餐馆的，很懂人情世故，她只长长的哦了一声就走了。我当时心情挺复杂的，转身回后面洗盘子。
结果当天晚上下班的时候，老板娘在柜台后头小声地叫住我，喊我过去。等我走到柜台那边的时候，她跟我说：“你结婚了，不是小伙子了，以后拖家带口的，光洗盘子能挣几个钱了？从明天起你就去厨房干活当学徒，工资先不变，后面干出来了，姐给你改工资。”我听完感动，忙说谢谢。老板娘又把手往裤子口袋里伸，但是她比较胖，费了点劲抽出一封红包。她把红包递给我，结婚是大事，得有人庆祝，太突然了，姐没准备什么，给你包个红包，祝你婚后的日子红红火火。我看着这封写着虎年大吉的红包，知道这是老板娘临时包的，真的很有心意。谢谢老板娘，这2瓶白酒你带回去给你老丈人喝，你老丈人是个好人，你得孝顺他。是，我一定孝顺。回去的路上，我拆开红包看了眼，400块是我1个月的工资。回去后，我把钱交给李芳。李芳一看，怎么这么多钱啊？老板娘包的红包，说祝我新婚快乐，她还让我去后厨干，将来给我涨工资。李芳听完就冲我笑，你看日子会变好的，你以后得用心给人家干活。我妈今早去买的喜字，还给我们买了红色的床上4件套，你去房间看，都套好了。我直说是咱妈。李芳惊讶地看着我，然后就扑我怀里笑。对，咱妈。日子过到99年5月，我已经是餐馆的小厨，每月工资700多块，每天下班还能带几道自己烧的菜回家当夜宵。经过1年多的相处，我和老丈人相处的像是一家人。虽然邻居都叫我入赘女婿，但是我不在乎，入赘就入赘吧。我没家，给自己找个家有什么不好？这天我下班回家，手里拎着自己做的菜，迎面看见老丈人和丈母娘坐在餐桌上，他们满脸幸福地看着李芳。我那时候还不知道怎么了，可我进门后，他们都冲我笑，丈母娘更是眼睛眯弯了，冲我招手喊我过去。就算我再傻，也知道怎么了。我不敢相信，妈，李芳怀了。丈母娘连点了好几下头来，表示肯定。我赶紧把鞋踩掉，不穿拖鞋就往餐桌边上赶，问李芳：“你真的怀了？”她点头。害喜，一下午吐了好几次，妈准备带我明天去医院做检查。那时候别提多高兴了。那年我28，觉得自己已经到了人生巅峰。回想起6年前的我，一无所有。现如今，我有稳定工作，有家，有爸妈，有老婆，马上连孩子也要有了。我真的觉得人生美满幸福，我多希望以后的人生就这样持续下去。即便是很多年以后，我富甲一方，再回头看以前的人生，这一刻的幸福也是弥足珍贵的。可你们知道的，人生总是起起伏伏，可能是我那时候起得太高了，所以后面摔得很惨。仔细回忆起来，我人生中一共遇到过4件很大的祸事。第一件是93年坐牢，第二件就是失去李芳。2000年1月，世纪跨年，那年的元旦，餐馆很忙。之后的10几天，餐馆的生意依然很好，以往我都是9点下班，这段时间却熬到了凌晨2点。到家已经3点了，睡一觉起来10点就又要往餐馆赶，完全没有自己的生活。虽然辛苦，但工资给的多呀，餐馆挣钱了，老板娘每个月都发奖金。我拿钱回去的时候，李芳会惊讶，这么多呀？我只抹了把汗，找衣服准备洗澡，然后说，是，这几个月生意好，发奖金也多。这你要再干2年，咱能买房了。哪有你说的那么好，现在房价涨得那么快，一天一个价，再过几年，这点钱未必买得起房，还是给你买点营养品，你怀孩子不容易，现在8个月了吧？7个月，还差10几天才8个月呢。我这脑子也记不住，你明天产检，让妈带你去一趟吧。餐馆太忙了，我抽不开身。外地的亲戚家里办白事儿，妈今早就走了。啊，没事，你就放心去上班，明天我看情况，不行就晚几天再去产检。我有点担心。真的没事啊？没事，你看我肚子健康着呢，而且肚子尖尖的，我估计是男孩。说什么男孩啊？生男生女都一样。那不一样，你不在乎，我爸在乎啊，他想抱孙子。我只笑了一下。咱爸就嘴上说说，你要给他生个孙女，他笑得比你都开心。说到这，坐在床上的李芳忽然从背后搂住我的腰。我第一次生孩子，我怕。我愣住了，转过身，轻轻拍他的背。我也怕，到时候要真疼的不行，咱就剖吧，不能把你疼坏了。他还是搂着我，带点娇气的口吻说，不行，听邻居说剖腹产的孩子都不聪明，我要我们的儿子聪明，将来我还要他出国留学，开大公司。好，一定会的。老公，你怎么这么好啊？你才好，你是我这辈子遇到最好的人。这天是我人生中最难的一天。中午吃饭的客人多，餐馆后厨很忙。老板娘接到一通电话，然后就急忙跑到后厨喊我，小黄，我还在颠勺。怎么了，老板娘？老板娘赶紧叫住我，你岳父单位打电话过来，说你老婆产检路上出事了，在医院抢救，他喊你快去市医院2楼。我丢下锅铲，甩下围裙往外跑，拦了辆的士去医院。可到了医院也没用，我看见岳父手术室外来回踱步，我跟上去问怎么了。
岳父摇头，他也是接到医院通知才来的，到底怎么回事他也不清楚。手术室里，护士开门，我拦着他，可他只对我说了句不要拦我，病人在抢救，时间就是生命。然后就小跑着出去，几分钟后带了名医生回来，直奔手术室。又过了半小时，护士又出来，这次跑得更快，没多久又领了位大夫回来。我急得跺脚，老丈人更是捂着胸口说，我之前高血压血管爆了，都没叫过这么多医生，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听到老丈人这么说，我更慌了，赶紧找了个外面留守的护士问，我老婆在里面，我不能进去吗？电视里演的不都说老婆生孩子，老公能进去吗？护士告诉我，电视里演的是生孩子，里面不是在生孩子，是在救命。听到这，我心凉了一半。李芳不是说今天不来产检了吗？怎么好端端的就进医院了？就这几个小时的功夫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和岳父等了很久，等到天都要黑了。这时门开了，一个医生走出来，他神色凝重地问我们，二位是病人家属吗？我们都点头。我是他爸，我是他爱人。医生拿出一份同意书，对我们说，产妇怀胎7月，之前有过刮宫流产的经历，这次跌倒引发大出血，导致病人早产，产妇可能就不回来了，我们在尽力保住孩子，请你们谁在同意书上签字。听到这，我不肯签，老丈人也不肯签，他破口大骂，什么叫就不回来了？怎么就这么严重了？医生只说产妇之前刮宫流产，不像是在正规医院做的手术，子宫壁很薄，情况很危险。说到这，老丈人面露难色，我赶紧看向他，爸，您之前带李芳去哪做的流产？他说不出话，只伸手发抖。我心如乱麻，可眼下顾不了那么多。我问医生，我签了这个字，你们是不是就放弃我老婆了？医生说不会放弃，有希望的话，我们一定救她。我点头，那拜托您了，医生，能保大一定要保大，拜托您了，医生，我这里有点钱，您收下，求求您了，医生。说完，我掏出兜里的钱往医生那边送，医生收下了，然后拿着同意书进了手术室。1个小时后，手术室门口的灯变绿了，护士让我们进去。那时我看见了奄奄一息的李芳和李芳身边的婴儿，我懵了，整个人愣在那里。我听见李芳的声音，气息很微弱，阿成，爸。我和老丈人赶紧跑去他身边，握住他的手，可是他的眼睛已经看不见我了。阿成，我不该自己出来，都是我的错，医生说的话我都听到了，孩子是男孩，我以后不能陪着他，你不能给他找后妈，你不能给他找。我哭得说不出话，很难才从牙缝里挤出来一句好。爸，是我的错，和您没关系，您以后要安安心心的过日子，你要长命百岁，帮我跟妈说，我好喜欢她做的糖醋排骨，她一定要做给她孙子吃。老丈人哭不出声音，干张着嘴仰天难过，另一只手攥得很用力，一直在敲自己的腿。我知道他很自责。好，都听你的，阿成，儿子叫什么名字？他忽然问我，我摇头，我不知道，我太笨了，我还要等你起名呢，你要撑住。李芳忽然浑身发抖着，大吸一口气，吸完以后撑着脖子说，叫黄晕，我希望他以后又有才又厉害又有钱，会的，一定会的。你不准给他找后妈，你要孝顺咱爸妈，你要一直喜欢我，我真的忍不住了。李芳，你不要死你不死，我做什么都行。他这次没有回答我，伴随而来是心跳检测器发出尖锐的长音。我跪在地上，握着他的手，把头紧紧贴在他手上。我老婆死了，我老婆死了。那晚，我用同一支笔签了死亡证明和出生证明。我抱了黄晕一会儿，护士就把孩子带去育婴室了。老丈人在太平间哭，我沉默了很久，最后站起身往门外走。爸，这事儿我一定给您个交代。老丈人见我气势汹汹，赶紧问我，你要去哪？我问过护士了，他们说是有人推了李芳一下，我要去查是谁。你报警啦，交给警察。我摇头，这事儿您别管了，等我给您个交代。说完我就走了，不管老丈人怎么喊我，我头也没回。我和老丈人只说了一半的实话，确实是有人推了李芳，是4个混混。如果报警的话，那4个混混算不上什么大罪过，甚至不一定有证据证明是他们做的。但让我当这件事没发生过，那绝不可能。我坐了4年的牢，在里面认识了很多混社会的人。我找了几个以前的狱友，跟他们打听圈子里的情况，问问今天有没有传出和孕妇有关的消息。果真问到一个，说是有4个光膀子抽烟纹身的混混，光天化日在巷子里调戏孕妇，结果害得孕妇滑下坡去，事后混混跑了，孕妇好像让救护车带走了。我问他们那4个混混在哪，叫什么名字，他们给了我个酒吧的地址，说在那里可以找到，又把4个人的名字写下来。我走在小巷子里，在别人的铝合金房梁上抽了根钢管出来，然后在大路上打辆摩的。摩的司机见我拿着钢管，起初是不想拉我的，我直接给他塞了张50的，让他把我送到酒吧。等我到了酒吧门口，在门口看见了看场子的人，我把钢管塞进袖子里，溜进了酒吧。进酒吧后，我拿出纸条去吧台问酒保，兄弟，我找人，见过吗？酒保看了眼，指着那边那桌，那4个搂着波浪头小姐的那桌就是。我扭头，
一桌正好4个人。于是我走到他们前头，拿出纸条，把他们的名字报出来，然后问是不是他们。那4人中的一个还很嚣张，你谁呀？我只问，是你们吗？是我们啊。我点头，没找错人。于是把钢管放出来，对着最近一个就开始敲。那天我大闹酒吧，看场子的几个人上来拦我，但这时候走上来一个人拦住他们，说他就是死掉那个孕妇的老公。于是那几个看场子的就没真的上来拦我，只是在边上做出要拦我的动作。我占了先手的优势，4个人叫我先打晕2个。后面经过一番苦斗，我把这4个都撂倒了。我丢下钢棍，用脚踩住他们的手，拿起酒吧的高脚凳高高举起，敲向他们左手的小臂，4个人挨个敲，全部敲碎。我不管他们是用哪只手推的我老婆，我只砸左手，右手留给他们以后生活。酒吧的客人跑了一半，剩下一些看热闹的。我砸完他们的手后，在现场找了包烟，随地摸了个打火机，坐在酒吧的台阶上点烟。那几个看场子的就那么看着我，我一边吸烟一边看他们。抽完那一口吐出来，然后说我知道规矩，我闹了场子就要负责，什么后果我都认，但是人我必须要打，哥几个不拦着我，够仗义，谢谢哥几个。说着我给他们发烟，但我和那4个混混打架的时候也受了伤，现在站不起来，只能坐着给他们发。几个看场子的接烟，面面相觑，又看了边上那个男的。我也顺着他们看过去，那男的应该是这场子的话事人。那男人看着我说，今晚有人告诉过我你会来，他跟我说了你的事儿，大半个圈子的人都知道你的事儿了。兄弟，你孩子还在医院，也没打坏多少东西，就碎了张玻璃桌，我会找这4个人赔的，我帮你叫辆的士，快回医院看孩子吧。我惊讶地看他，然后侧过头，两手抱拳对他比划了一下，仗义，谢谢。他对几个看场子的比划了一下，那些人就上来扶我，把我送到门外去。他们帮我拦了出租车，其中一人还拿了张20的给司机，让师傅一定要把我送到目的地。起初师傅是往医院开，后来我跟师傅说，师傅不去医院，去东湾巷子。哎呦小伙子，我看你现在头在流血呀。已经流干了，我想回去换身衣服再去医院。不会有事吧？没事师傅，麻烦您了。不麻烦不麻烦。出租车转道把我送回了家楼下。因为是晚上，楼下没什么人，我摸着黑上了楼，没让邻居看见我一身是血的样子。等我洗完澡，擦完药，换完衣服，就准备出门。想起要用钱，就回房间拿了存折银行卡，还带了几件衣服，又重新下楼往医院奔。我去到医院的时候，岳父已经在太平间外头的长椅上坐着睡着了。我把带来的衣服披在他身上，坐在他身边。他是想给芳芳守夜，我陪他。第二天，丈母娘接到消息赶回来了，在医院看见他的时候，他鼻子流了血，膝盖也摔破了，好像是在路上摔了跤。可这不影响他见到我们就问，女儿呢？李芳呢？老丈人的情绪本来已经好很多了，被丈母娘这么一问，又哭得没声音，吸了几口气后跟丈母娘说，都是我的错呀，医生说她是刮宫流产留下的病根，好好一个人没了啊。丈母娘听完，一口气没吸进去，翻白眼，晕了，后面血压忽然变低，险些有生命危险，因此住进了病房。就在老丈人照顾丈母娘的时候，有人敲我们病房的门，是个穿西装的，我们回头一看，谁都不认识他，就没管。可这人叫出了我的名字，请问黄新成先生在这里吗？我诧异，老丈人也诧异，他看着我，指着门外那个人，张嘴却没说话。我回头看他，也奇怪是谁，一身西装，看上去和蔼可亲，我不记得我认识这个人。爸，可能找我有事，我去一趟。老丈人抓住我，跟我说，你记得那年除夕我和你说过什么吗？我点头，记得，我是有家的人了，我做事会注意的。在医院外的小公园里，西装男自我介绍，我叫刘奔，道上叫我一声刘哥，你打的那4个人是我手下的。我低头，我在里面听过你的事儿，你开的厂子大，什么生意都有，火车站边上那个红灯区就是你的，你这趟是来替他们要说法的吗？兄弟，误会了，只要你开口，那几个另一只手我也帮你废掉。那不用，右手留给他们吃饭。这事儿前因后果我都知道了，是我没管教好手下人，你老婆的事儿是我对不住你，这里是1万，我知道这肯定不够，但是你先拿着，算我一点心意。我很惊讶，这位产业遍布黄赌毒的黑老大居然低头给我拿钱。我没接，总有一种如果我接了，这事儿就变味了的感觉。刘哥把钱塞我手里，只说，兄弟，你这人我也打听过了，我身边的人都说你血性，是个好男人，而且你一个打4个，打赢了也只废左手，不害性命，太讲究了。现在出来混社会的，太缺你这样有道义的。我知道你现在有家庭，但是你养孩子花销不小，我是真心想请你给我做事，绝对不亏待你。我看着1万块钱，摇头，谢谢刘哥。惭愧，我在你面前没脸当哥。我不能跟你做事，我现在当厨师日子挺好的，而且我老婆在天上也不想看我再混。听了这句话，刘哥点头，好，没事，兄弟，我欠你，以后有事儿你能来这里找我，你就报你自己的名字，肯定能见着我，能摆平的我一定帮你。他给了我张名片，我收下名片，说了声谢谢。后面他走了，
我看着名片，觉得自己不会有用到它的那天，然后带着钱回去病房里。后面我老婆火化了，办了死亡证明，也改了户籍状态，丈母娘也出院了。黄晕虽然是早产，但身体很健康，医院方面也允许我们带回家。当时我老丈人捧着骨灰盒，丈母娘扶着老丈人的手，我在后头抱着黄晕跟在后头。到家后一推门，看到客厅边上我和李芳的房间，全哭了。大人一哭，小的也哭了。可是没办法，日子还得继续过下去。夜里，孩子跟丈母娘他们睡，我独自坐在床头。那晚月亮特别圆，我把李芳的衣服拿出来叠，把李芳给我织的手套和围巾拿出来戴。我想着李芳帮我贴腰上的狗皮膏药，想着她怀孕的时候吐得吃不下东西，想吃白兔奶糖，想着我好几次累得受不了，趴在她怀里像个男孩。我就坐在她那边的床头，像个傻子，坐一整晚。我还是接受不了她走了。一回头看向床上，什么都没有，特别难受。以前不懂想一个人想到痛是什么感觉，现在是痛得撕心裂肺。一晚上我要哭好几次，我还是不能接受没有李芳的生活。我害怕，我真的害怕。2000年的春节是最难熬的日子。李芳怀孕时候给孩子打了好几套毛线的衣裤鞋帽，过年的时候都穿上了。我抱着黄晕在李芳的遗像前面，老婆你看，咱儿子眼睛真像你。说这话的时候心里很不好受，我甚至听到丈母娘抹眼泪的声音。可我得和老婆汇报一下，以后每年我都要和她汇报，不能让她在天上担心孩子。之后日子一天天地过。那天晚上我下班回家，老丈人坐在餐桌上喝闷酒，我正好带了点冷盘回来，我往餐桌走，老丈人也喊我过去。等我坐下后，老丈人拿了张存折出来，我眼睛都瞪圆了。爸，您这是？他冲我立手掌，示意我先别说话。我沉默。老丈人说，女婿，我再过2年就要退休了，年纪很大了，我们老两口有攒钱的习惯，起初是给儿子攒的，但是儿子出意外死了，后面就想把这些钱攒给女儿，现在女儿也不在了，我们老两口攒不动了。你是个男人，现在还当爸爸了，你要担起责任来，这笔钱我现在给你，你是做生意也好，是继续攒着也好，爸都支持你。我震惊，看了眼存折上的钱，对我而言简直就是天文数字。爸，这钱您和妈留着养老呀。他喝了口酒，摆手冲我竖大拇指。女婿，你是这个，从你坐牢出来到现在，你真的是很好很好的孩子，我认你是我亲儿子，你知道吧？我点头，知道。这个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留给儿子就挺好的。这时丈母娘也过来，是，你就听你爸的，咱们是一家人，不要那么计较得失。说完，丈母娘把存折塞进我手里，我又一次沉默了。我终于知道李芳为什么这么善解人意了，她真的生活在一个很好的家庭里。我惭愧地红了鼻子。谢谢爸，谢谢妈，我一定孝顺你们。我从餐馆辞职了。走的那天，老板娘还抹着眼泪跟我说，小黄啊，真是老天不开眼啊，怎么光挑善良的人害呢？你以后有什么难处，你记得来找姐，姐的拉你一把啊。我只能说谢谢。后来我拿着老丈人给我的钱，还有之前刘哥给的钱，凑一起开了间小馆子，卖拌粉、馄饨、盖浇饭之类的，招牌叫黄记小吃。馆子不大，就10几个座，现在就我一个人做，丈母娘在家里帮我带孩子。早上5点起床准备，晚上8点关门，一天净利润大概在80块左右。也别小看这80块，00年工地散工一天才挣30，我一个人能顶2个半的工地散工，算很不错了。一个月林总能赚到2500，是我原先当厨师工资的3倍。照这个进度下去，我能攒不少钱。后面经营了7、8个月，因为我用料扎实，生意更好了，现在每个月能挣3000多。那时候真的干活有劲。是在2000年的9月份，第3件坏事来了。93年那个晚上对我打爆一颗肾的男人，时隔7年，我再次见到了他。我记得他叫孟伟，他看上去老了不少，胖了不少，剃了个光头，身上还多了几道疤。那天他一个人进店，看了眼菜单，就叫了碗招牌馄饨。我起初没认出他，是给他送馄饨的时候他认出了我。他当时叫住我，眼熟啊。我这时候才认出他，但我低头不说话。开小店最重要的就是与人为善，不能闹事。是，好久没见了，这就馄饨趁热，我店里的招牌。谁知道他把馄饨推到一边，老子怕烫，市里这么大，又让老子碰见你，因为你，老子给摘了一颗肾。对不起，对不起就完了。你知道就一颗肾是什么感觉吗？隔3差5就会腰痛，身子会有一边侧着难受，尿有时候是黄的，有时候是棕的，都他妈是你害的，是我的错，我也蹲了4年牢，这是能了吗？我陪你休想。他甩手把馄饨碗砸了，然后指着我这个店说，你今天让老子碰见了，老子能让你把这个店开下去，老子非搞到你破产。说完他扬长而去。店里此时有2个客人，我只能跟他们陪笑。对不住，老熟人。我一边说一边弯腰捡碎碗。第2天我开店，早餐的时候还挺好，到接近中午的时候就看见孟伟带了一帮人坐进我店里。天气比较热，
这些人都是光膀子、纹身、嘴里叼烟的人，瞧上去接近30岁吧。他们带了副牌在我这打，有客人靠近他们就把客人喝走。我站在小厨房，一时间没办法，只能先包馄饨。可是，一下午了，孟伟打了几个小时的牌，把店里的风扇都对着他们吹，完全没有要走的意思。我动了报警的念头，可那时候我没手机，店里也没座机，我只能在厨房里想着今天以后他看我没什么反应，也许就走了。可第二天他们来得更早，8点左右就到了，幸好是在做完学生的早点生意后来的，没吓着学生。他们带了2扎啤酒和瓜子花生，还有麻将，生生把我这里当做了棋牌室。今天也毫无疑问的打了一天的麻将，晚上9点才走。我不敢把这事儿告诉老丈人，我怕他着急，只当等孟伟的气消了，这事儿就结束了。可一连10几天，孟伟天天来，店里天天亏本，我都奇怪他们不用挣钱吃饭吗？后面问了道上的朋友，这个孟伟也是混的，是一个黑老大的亲戚，家里有钱，还有不老少人当官开厂，他就一不愁吃喝的公子哥，整天愿意当个街溜子。听完我就绝望了，我知道我是耗不过他了，于是提前报了警，希望第二天警察来把他们轰走。到了第二天，警察确实来了，批评教育了一顿后，孟伟笑嘻嘻地带着那帮人走了。可等警察离开后，孟伟不知道又从哪里带着那帮人窜出来。孟伟指着我的鼻子告诉我，小子，你报警也没用，我们也没做什么，报了警也不能拿我们怎么着。这一刻我明白了，不怕坏人坏，怕的是这人不仅坏还懂法。我是恨自己不会读书，要是会读书，我也想做个懂法的坏人。我看着存折，这个店1个月连材料带租金亏了6000，我那时候就想，他妈的不开了。可是如果不开这个店，家里的老两口问起来，我该怎么和他们说？总不能说是孟伟害的，老两口都是直爽人，万一起冲突怎么办？像孟伟这种人，万万得罪不起，老两口身体不好，要是因此出了什么闪失，我要怎么和李芳交代啊？思前想后，我决定装几天病。我想着，也许关几天店，孟伟见我不开门，没准就把我忘了。可我错了，我躺在床上，有人敲门，丈母娘抱着黄晕去开门，紧接着就听见了那个熟悉的声音，那黄记小吃老板是住着吗？今儿怎么没开门啊？丈母娘还以为是熟客，就笑脸相迎，说不巧，我女婿他病了。我赶紧从房间出来，孟伟你干什么？孟伟看着我，这不没病吗？怎么不开店啊？我不敢说，只能穿上鞋。开，现在就开，你要吃什么？我去店里给你做。孟伟幸灾乐祸，哎呦，那可太好了，我一天不做你店里，我就浑身不自在。丈母娘还拱火，是吗？哎呦，我女婿手艺可好了，做东西特别好吃，还得谢谢您关照啊。我冲丈母娘挤了个笑容，然后关门，瞪着孟伟，你到底要怎么样？我不怎么样，我就要看你赔钱，这店你得天天开，少一天我就找你家里来。你这样不留活路，我真的开不下去了，1个月亏6000，在外面找份工作，半年未必赚得到6000啊。你亏再多能弥补我这7、8年的苦日子，那你想怎么样？摘我一颗肾啊，我查过，咱俩血性不匹配，这腰子移不过来，不然我早移了。说完，孟伟往前走，我就这样又被迫继续开店。这天下午，孟伟打牌输了不少钱，一气之下掀了桌子，把所有人都赶走了。店里一片狼藉，桌椅全倒了，我坐在厨房里也不管，只觉得胸口有火在烧。等那些人都走了，孟伟一个人在店里赶人，但已经1个多月没人光顾我这家店了，所以平时也没什么客人。大约是孟伟觉得无聊，就冲厨房里喊，那天那个是你丈母娘？我不说话，我看你孩子都有了，你老婆呢？这么长时间都没见过，是那晚那个吧？我还是不说话。孟伟一气之下冲我喊，你不说话，老子也知道你老婆死了，那天去你家里看见遗像了，真是个短命的，要老子说就是你克妻，活生生把他克死了。他要是当了老子的，我听不下去了，抄起菜刀就指着他，你他妈再说。可能孟伟也奇怪，我这个当了1个多月的孙子的人，怎么忽然就硬气起来了？他冲我喊，怎么着？要砍老子？你来啊，你不砍你孙子！我当时真的火冒三丈，失去理智了，拿着刀冲出厨房，真的砍了他一刀。他挨了一刀后，意识到我来真的，赶紧往外跑。他一路跑，我一路追，血滴了一地。救命啊！杀人了！救命啊！我操你妈的孟伟，老子今天砍死你！压抑了1个多月的怒火在这一刻爆发出来。他跑了一路，跑到路边拦了辆的士，然后上车，车子开了。我当时站在原地看着车子开走。孟伟摇下车窗，冲我喊：“孙子，哎，你牛逼，老子去告你！你这回是2进宫，老子看你坐几年牢！”听到这句话，我一下就清醒了。我跪在地上，一边听着周围人的指指点点，一边开始反思：我这趟要是再关进去，得10年吧？10年见不着儿子，孝顺不了老人，我怎么和李芳交代呀？我很后悔，但后悔也没用。我想起来1月的时候，刘老大给我的那张名片，他说过有事可以找他。于是我赶回家，在抽屉里找到了那张名片，然后打车去了地址上的那处歌舞厅。我往里走，跟这儿的经理说我是黄新成，我要找刘哥。确实如刘老大所说的，到
报我自己的名字能见到他。经理把我带到了一间很大的办公室里，但里面没人。经理说老大在外面，已经联系过他了，他说晚上会回来，让你等一会儿。老大吩咐我们招待好你，你可以去舞厅里喝点酒，跳跳舞，要找小姐也可以。我摇头，我没心情做那些。不了，谢谢。我一直等到晚上，后面刘老大来了，见面问我怎么了。我把最近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告诉刘老大，也说了孟伟的身份。刘老大听完并没当一回事，只拍我的肩膀，这事儿我平了，你就坐这里，我打个电话。刘老大坐到办公桌上，拿出通讯录，翻了几页，找到一个号码拿座机拨过去。之后刘老大聊了几句，听对话的内容，电话对面的那人好像是孟伟的亲戚，似乎也是混社会的。几句话下来，电话挂断，刘老大告诉我事情已经摆平了。我诧异，没事了。刘老大点头，没事了，你可以放心的回家，警察不会去找你，孟伟也不会再去你店里了。您怎么做到的？孟伟的大哥以前和我混一个口子的，有点交情，而且他大哥也听说过你的事，也很欣赏你，所以他帮你教训了孟伟一顿。我听完还觉得像是做梦，就这样一通电话，我就不用坐牢了。我还在沉思，刘老大又向我抛来橄榄枝，兄弟，我是真的很欣赏你，你看你又能打架，又会做生意，又讲义气，你这样的人太适合做兄弟了，你跟我做事吧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可我再一次拒绝了，对不起刘哥，我老婆走了，剩下岳父岳母和孩子，我是家里的顶梁柱，我不能冒险。刘老大点头，理解，没事，这次我帮你的事只是小事，平不了你老婆的账，你以后如果有事儿还能再来找我，我还会帮你。谢谢刘哥。因为这件事，我对他有了很多好感。我回到家，警察似乎还没找上家里来，二老都不知道我砍人的事儿。我以为这事儿过去了，可事实上并没有。之后我开店，做了1天也没生意。原本以为是人气散了，等几天就好，可过了几天，依然没什么生意。这次没有孟伟了，为什么还是这样？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跟周围的店主打听了一下，后来才知道，那天我拿刀砍人的事情已经在这一片传遍了，后面就有人打听了我的事儿，发现我因为打人坐过牢。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我坐牢的事儿，没人敢来我店里吃东西，大家都觉得坐过牢的人开的店肯定也是黑店。我无话可说，只能沉默着每天继续开店。可每天依然没有生意，就算有，也只是一些过客。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，最后我认清现实，这个店开不下去了。我没和家里商量，把店关了，然后又偷偷去找了之前餐馆的老板娘。老板娘，您这还招人吗？我走投无路了，可老板娘却说我是想帮你的，可我要招了你，店里就没人来吃饭了。老板娘的话点到为止，她是好人，曾经不嫌弃刚出狱的我，是我自己拿着刀满街砍人，搞臭了自己的名声，最后只能默默离开。回到家后，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和老丈人和丈母娘说了，他们听完后都惊呆了。老丈人气得拍桌子，都7年了，怎么有这样的人啊？我摇头，把存折还给老丈人，说店开不下去了，之前挣的都亏光了，存折里的钱也亏了几千，过段时间我再出去看看能不能找到工作，实在不行我就去工地，再不行就进厂。老丈人想了想，收下存折，这样明天我去厂里和领导求情，看看能不能给你谋差事。可我不会技术啊。不会可以学吗？从学徒做起，你别小看这个工作，这是国企，干好了有编制的。也只能这样了。老丈人打通了厂里的关系，把我喊去面试。面试的时候，负责人问了些问题，我答得不算好，可事后老丈人却满不在乎。回去的路上还让我放心，说这事儿10拿9稳。我见老丈人这么有信心，便安心留在家里等消息。几天后，厂里来了电话，原以为是我被录取的事儿，可电话那头却传来了另一个消息，老丈人中风送医院了。我和丈母娘赶紧带着孩子去了医院，看见病床上歪了嘴巴的老丈人，赶紧问随行的厂工人怎么回事。厂工人就告诉我们，还是你的事儿，原先李师傅为了你的工作塞了2万块钱给厂领导，你的工作本来是10拿9稳的，但是面试那天副厂长看见你了。我不解，我和副厂长有什么关系？你和副厂长是没什么关系，但是你和副厂长他侄子有关系。他侄子？我们副厂长姓孟，他侄子是孟伟。副厂长后面让厂领导把你刷下来，还让人把李师傅给辞了。李师傅因为这事儿去找厂领导说理，结果说着说着急到中风了。孟伟又是孟伟，他怎么阴魂不散啊？我想去找他讨个说法，还没走出病房的大门，中风的老丈人用模糊不清的声音叫住我，女婿，这一声女婿让我留在了原地。我知道老丈人的意思，我已经为人父了，不能再惹事了。我低下头回到病床边，爸，我知道我不会去了，我不能再招惹那个孟伟了。也希望他以后也放过我，我真的惹不起他。他孟伟真的很厉害，哥哥是黑老大，叔叔是副厂长，谁知道他家里还有什么亲戚？我总以为世家门阀是旧世界的产物，新时代的大家都是普通百姓，原来是我不会读书，误会了。世家门阀依然存在，只是变成了我不认识的样子。抛开眼前这些事不谈，
丈母娘要帮我带黄晕，还要照顾老丈人，挣钱的担子落在了我身上。眼下我需要一份工作，可我能上哪找一份工资够用又肯拼我的工作呢？思来想去，这时候肯用我的只有刘老大。回想起先前我2次拒绝刘老大，我不禁觉得可笑。原来没有选择也是一种选择。逼上梁山，逼上梁山啊！那晚我神色紧张，却还是对刘老大开口：我需要钱，家里只剩我能挣钱了。刘老大，我知道您手下产业多，您找一个钱多是难的活给我，卖银卖粉都行，我都做，我一定给您打理好。刘老大却告诉我，你想做，我未必给你做，你是有家庭的人，不像我连个正经老婆都没有，我有些比较干净的产业都没算在我名下，是一些棋牌室、歌舞厅、酒吧之类的，还算干净。我先给你一个棋牌室，你如果打理得好，剩下的就以后再说。就这样，我开始在刘老大手底下做事，帮他经一间80多平的棋牌室。这事儿我和家里人讲过，他们不希望我在这做事儿，老丈人更是因此气得不肯看我，嘴里咿咿呀呀说着不能。可我真的走投无路了，我跪在他病床前磕头：爸，您信我一回，我要把这个家撑起来。老丈人当时也哭了，做人难啊，我也抹眼泪。是，做人难啊。老丈人的中风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治好的，加上黄晕还小，很容易就有个小病小痛，送去医院花的钱比大人还多。棋牌室虽然乱了点，但总比卖淫吸毒好。我先干了半年，管理得很好，也带了一批小弟，生意上没有烂账，放出去的款都收得回来。可唯一不好的是，棋牌室的收入没有之前的管事人在的时候收入多。我以为这会让刘老大不高兴，可后面在分地盘的时候，刘老大又给我分了2间棋牌室和一个酒吧。我当时很奇怪为什么，结果刘老大跟我讲了一长串的道理。他问我，你觉得出来混社会的人是为什么？是为了喝酒抽烟纹身烫头吗？那是傻逼。混社会是为了让我们这些没文化的人赚大钱。你别觉得好笑，我说真的，不管是做什么，最后的目的都是赚钱。这不寒碜，但赚了钱也要有命花才行。在你之前打理棋牌室的人是个狠人，放贷他敢玩命的放，收债的时候也敢玩命的收，警察来过很多次，生意根本做不安生。你虽然赚的没有他多，但是你经营的很稳定，你不让警察落画饼，这就是好事。我之所以经营这些酒吧、舞厅、歌厅之类的产业，不是因为他们多赚钱，而是想将来哪天落魄了，还能留一些地盘，东山再起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我这时才意识到我和刘老大的格局差距。如果以后我有幸从商，一定要跟他学。04年时，我在刘老大手底下干了3年，已经接管了他手下所有正经产业，他很信任我，甚至把这些产业转到了我名下。我手底下有10几个小弟，也在圈里混成了半个大哥，存款早就破了100万。但不论我在外面怎么样，在家里我依然是二老的女婿，孩子的父亲。老丈人去年出院，现在在家和丈母娘一起带孩子。我给家里换了间200平的大平层，家具什么都是新的，尤其是彩电。我知道老丈人喜欢看电视，特地买了72寸的，还请了阿姨来家里帮工。我回家有空的时候会给老2口下厨做饭，就想让二老能过个安详的晚年。黄晕3岁了，我最近在给他物色幼儿园，可是他有点胆小，不太敢跟人说话。我有时候真的很担心他的将来。不是都说3岁看80吗？也许是我太爱操心了，日子过成现在这样，我不知道够不够和李芳交差。同年9月，市里忽然开始了一阵扫黑反腐。我收到消息，开始整理现金，可由于我手下的生意相对干净，并没有被盯上，反而是刘老大因为那些灰色产业被关了进去。05年3月的时候，他被判服刑18年。我当时找人托了很多关系，给监狱里的刘老大带一句话：刘哥，我这边的产业一切都好，等您出来后，这些产业都是您的。我那时候真是这么想的，可我没等到刘老大出来。05年7月的时候，监狱里头传来消息，刘老大在监狱里被人刺死了，但由于同一个监舍另外11个人都不承认是自己干的，监狱方面查不出来是谁刺死的，到后面只能给他们监舍的所有人都记了处分，然后草草了事。我在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人傻了。我找人打听消息，一个在监狱4进4出的线人告诉我，刘老大在监狱里换过1次监舍，好像是有人买通了关系。我觉得这里面有事儿，想不了太多，拿了笔钱给线人，查给我查到底。线人也和我表示了担忧，这事儿查下去不一定有结果，即便查到了结果，你敢说你一定敢惹对方吗？先查到再说。线人收下了这笔钱之后，开始四处打听消息。刘老大是个仗义的人，可他仇家也多，我不知道是谁害死了他，可我也查不出来。此时回想起刘老大为我做过的事，我必须报答他。话虽如此，这件事不是那么好查的，也许一直查下去也不会有结果。所以我在想，还有什么是我能为他做的？刘老大没有老婆，只有外面养的几个小三。那些人在刘老大进去后也都找了新的金主。经过多方打听，最后查到刘老大有个弟弟叫刘峰，前几年犯事关进去了，最近马上要被放出来。为了报答刘老大的恩情，我决定帮他照顾好这个弟弟。
在刘峰出狱那天，我带人去监狱门口接他，然后把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他。刘峰在监狱的时候就知道刘老大的死讯了，只是他没想到居然还有我。我告诉刘峰，我可以把产业全部交给他打理，可刘峰以不懂经营，只会干黑事儿为由拒绝了，而且他现在出狱，花不了什么钱。于是我给刘峰买了套房子，先帮他安置下来。后面刘峰看到了我的车，就说要给我当司机。我当时是不愿意的，他是刘老大的弟弟，哪能给我开车？可刘峰说，光吃饭不干活，迟早会讨人嫌的。如果我要跟着你，我得找点事做。他说的有道理，于是刘峰成了我的司机。那之后，我继续经营这些相对合法的产业。也许是刘老大的死给了我不小的冲击，我现在看谁都觉得不像好人。等这一阵扫黑反复的风头过去后，我重新整理人手，开始扩张产业。这次不仅仅是做干净的，不干净的我也要插手。刘老大先前被查封的产业，我要慢慢养回来。为此，中间用了一些暴力手段，都是刘峰去处理的，我没让家里知道。就是这几年，我发现我做事越来越冒险，手段也越来越黑。但我回过头来问自己，我错了吗？我打从心底里觉得自己没错。正如那天刘老大和我说的，赚钱嘛，不寒碜。我现在不只管着一家的吃喝死活，还管着手下几百号人的吃喝。在这个吃人的社会里，那么多人被吃，凭什么他们可以吃，我不能吃？干到07年的时候，我已经拿下了市中心2个区的灰色产业。也是这时候，我意识到风头开始变紧，国家好像将要有一次铁腕行动。如果再这样下去，也许要不了多久我也会被抓进去。当然，更重要的是，黄晕已经7岁了，开始懂事了。我很害怕他将来知道他爸爸是混社会的，我不想把他教成我这个样子，所以我决定洗白自己。当时房地产是最野蛮生长的行业，也是门槛相对较低的行业。我开始变卖名下的产业，积累现金，准备重新开始。07年末，虽然我筹备了大量的资金，可我没文化，在涉足一个全新领域的时候，就会显得谨慎小心。昨天去招标的时候，接了一份合同，结果去找律师看，发现合同上有10几处漏洞和坑，那些人就是欺负我没文化。回想起当年的孟伟，我真想成为一个像他一样的人，有手段，懂规则。我这辈子是不太可能了，我不会读书，于是就想找一个能帮我办事的人。这个人不能太干净，否则同道不同心，迟早会给我挖坑，把我害死。可懂法律又同心同德的人太难找了。直到后来，我听一个经理说，在我名下一处酒吧里，有个小酒保在给客人提供法律帮助。我当时以为这个酒保是来打工的大学生，经理告诉我是个鸡头把他介绍过来的，好像是个犯过事儿，正在躲事儿的。我听了就觉得很好，这不就是我要找的人吗？于是我赶紧去酒吧见了那个叫徐斌的，他看上去不大，文质彬彬的。我问他，我看你天天帮客人做法律援助，你懂法？他说以前学过。我又问，读过大学？他回答我没机会读。我混了这几年的社会，看得出来这个人有秘密。有秘密是好事，有秘密的人好用。我让经理拿了之前那份合同的复印件给他，让他看看上面的问题。我等了他半个小时，事实证明等待是值得的。他指出的点和专业律师指出来的点一模一样，就冲这个，我就知道他是我要找的人。我聘了他，让他做我的秘书，帮我处理合同一类的事儿。准备工作做得差不多了，我正式进入了房地产行业。起初我以为这一行很干净，但日子久了，发现并没有那么干净。我在这一行看见了很多以前混社会时候的老朋友，他们用的手段可以说十分狠毒，想在他们嘴里分蛋糕，简直比登天还难。可我既然已经变卖了所有产业，就不能让这笔钱砸在我手里。于是我把拿地的工作交给刘峰，我对刘峰说，只要不死人，只要查不到我们头上，你就放心的干，钱我出。后面刘峰很好的完成了任务。伪造车祸那招我真的很喜欢，但叫小姐和记者来给同行泼脏水那招我觉得更厉害。在刘峰和徐斌的辅佐下，我拿下了很多地皮，生意越做越大。09年的时候赚了很多钱，我第一件事就是盖自己的公司大楼，我把公司起名叫新城集团。其实最开始我是想叫方晕集团的，可是后我意识到这家公司未来会有很多脏事儿，我不想侮辱老婆孩子，最后还是用了自己的名字。2010年集团大楼盖好后，我坐在董事长办公室里，起初是心情不错的，毕竟有了属于自己的大楼。可坏消息接踵而至，让我非常暴躁。那段时间手底下的人几乎没和我汇报过好消息。新城集团名下的几处楼盘在正式开发后，相继遇到了被有关部门勒令停工罚款的情况。后面我们找人去重新办理开工许可证，办证人员一反常态，直接把标准拉到了最高，导致公司的人去了几趟都没办下证来。起初我还觉得奇怪，分明每个项目都预留出了打点关系的钱，怎么还会出这么多幺蛾子？难道这钱被人贪了？我把刘峰叫来，让他去查查这件事具体是什么原因。
后来，刘峰把那些经常来工地找事儿的工作人员带去吃饭，叫一些年轻貌美的姑娘陪着，又劝了几杯白酒，每人塞了2条烟，再发了个大红包，什么都问出来了。他们部门空降了一位领导，专门管这块的。可这位领导好像和新城集团有过节一样，总让手下的人盯着新城集团，甚至还暗示他们说，如果挑不出错误，当心被穿小鞋。得知这件事，我又让刘峰去打听这位空降领导的消息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这位领导叫孟丹民，又是他妈孟伟的亲戚。这个孟伟他妈的到底有多少亲戚能搞我？我气疯了，对刘峰大喊，去给我查，把这个孟伟所有的亲戚他老子家的，他娘家的一个不差，全给我查出来，我要看看他家到底是什么新型土匪。刘峰听完先没说话，而是拿了张照片和信纸给我。我看了眼照片，上面是一个坟包，前头有刻字的墓碑，墓碑上写的名字是我2年前找的线人，他死了。我赶紧把信纸翻开，仔细看了下上面的内容。黄老大，2年前你让我丈夫给你调查一件事，他查到了，但是他怕这时候告诉你，对方会顺藤摸瓜找到他，就打算等2年再告诉您真相。可对方不知道从哪里知道我丈夫在查他，居然找人酒驾撞死了我丈夫。那个酒驾的人最后只判了2年，这事儿我只能求您了，您能不能在那个人出狱后把他杀掉？我求您了。看到这，我产生了很多疑问，刘峰都解答了，这是那个线人的老婆写的，你让那个线人去查我哥的死，他查到了，但是他怕惹麻烦，想晚几年告诉你。所以是谁杀了你哥？刘峰说，孟伟。刘峰接着说，他之前找你麻烦，我哥替你出头，他一直怀恨在心，打那以后一直在找机会搞我哥。那次扫黑反腐，就是他举报我哥的场子，等我哥坐牢以后，也是他在一个监舍里安插了人手，然后买通关系把我哥调到那个监舍，我哥就是这么死的。听到这，我有些乱，我捂着眼睛想了很久，可能像孟伟这种人，只要恨了一个人，就会缠他一辈子吧。他已经缠了我17年了，整整17年啊，怎么还不够呢？我问刘峰，这个孟伟结婚了吗？家里安排过，但女方觉得他流氓，离了。有过孩子吗？没有。也对，这种人要是都有孩子，那才真是祸害1000年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躺在椅子的靠背上。刘峰，监舍里杀你哥的人是谁知道吗？知道。酒驾撞死我线人的那个人在哪个监狱？出狱的日子是哪天知道吗？知道。孟伟住哪知道吗？知道。行，你看着办吧。这天我穿了一身新西装，特地做了发型，让自己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成功商人。随后我拿起桌上那本5厘米厚的标书，准备去找孟丹民。想见他不难，刘峰之前请了那么多工作人员吃饭，总能有点面子进来。我几乎是大摇大摆地走到他的办公室门口，先敲门，进来。我推门而入，然后把门带上。孟丹民看了眼我，问，你是谁？我冲他笑，您贵人多忘事，前段时间您还让人停了我们集团的项目呢。哦，孟丹民的表情风轻云淡，甚至打开保温杯喝了口热茶才说，你就是黄新成。我点头，然后谄媚地坐到他面前，默默把手上的标书放到他的面前，轻轻往前推。他看着标书2字，不屑地笑了。我这可没什么要招标的东西。别这么说，您先打开看看。哼。他翻开第1页，脸色立刻变了。第1页上记着他家的所有信息，包括家里的人口照片、住址、年龄、生日、工作、学校、电话、爱好。他看我的眼神忽然就没有刚才从容了。我只说，别，您再翻下一页。他低头翻开第2页。这一页的字比上一页小，因为要记录的东西比上一页多。这一页记的东西是以孟伟为中心，3代以内亲戚的信息，我特地让人把孟伟家里有身份的人的职业标黄，有当老板的，有从政的，有在大学任教的，有在国外发展的。这种规模确实和我这种母亲改嫁抛弃孩子的家庭不是一个阶级的。第3页也很好看。此时走廊出现了人走动的脚步声，他草木皆兵，赶紧将标书合起来。我起身抓住他的手，别合起来，看看第3页。说着，我帮他翻到第3页。这一页上记录的是孟伟这些年做过的事，小事儿占了大多数，但大事儿也有几件。诱奸少女多起，事后说成两厢情愿；诬陷他人犯罪，致多人受罚；买凶杀人，然后利用刑法规则轻判。随便几件拎出来，都是很大的坏事。孟丹民显然慌了。我趁热打铁，你们孟家是个大家族，不论是上一辈还是这一辈都很争气，偏偏就出了孟伟这么1号人物，说句不好听的，一锅老鼠屎，坏了一锅粥。孟丹民深吸一口气，但还要故作镇定，压低嗓音，显得自己说话很有中气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坐回椅子上，请您再往下翻。他往后翻了几页，都是白纸，于是疑惑地看着我。我朝他比划手指，示意他接着翻。于是他开始扫页，在翻了几十页后，发现这本标书的中间有几块镂空，在这些镂空里放着4根100克的金条。孟丹民的脸色又变了，他显然很疑惑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我拿出手机拨通了刘峰的号码，然后把手机递给孟丹民。他把手机放在耳边，
电话那边传来刘峰的声音：“这是你叔，说话。”紧接着，声音变成了孟伟：“叔，救我，救我！他们绑架我，关了我好几天，救我！”孟丹民脸色一下就绿了。孟伟，你怎么了？你在哪里？我冲孟丹民比了个嘘。孟丹民意识到自己声音太大了，赶紧收小。黄新成，你到底要干嘛？我先没说话，只是把装着金条的标书又往前推了点，使金条距离孟丹民更近。随后我说：“领导，我和孟伟是93年认识的，当时他对我老婆动手动脚，那时候我年少不懂事，把他一颗肾打爆了，后面我也坐了4年牢，该还清了。可是出狱后的第3年，我开了间小店，他带人来毁我生意，害得我店开不下去，还弄臭了名声。之后我关店，准备去打工，可那一片没一家敢用我。后面我老丈人拿着存款去求他们厂领导，希望能给我安排份工作，结果又是孟伟让他当副厂长的叔叔，也就是您二哥把我拒了，还把我老丈人辞了，害得我老丈人突发脑溢血中风住院。我当时上有老下有小，家里没钱，也找不到工作，是他逼得我不得不混黑社会。扫黑除恶的时候，他为了针对我，把我大哥弄进去，又在监狱里安排人手把我大哥弄死。现如今我好不容易把公司做到这么大，他居然又找您来害我。当然我知道领导咱俩之间没有过节，肯定是孟伟知道您管我，就来求着您办事，您考虑2家亲戚关系，耐不住他一直软磨硬泡，您才动手指头让我不好过的。所以我就把他给绑了关几天，然后找人去收集了这些信息。但领导您评评理，孟伟这个人太记仇太可怕了，他足足缠了我17年，一个人居然能拿17年去持续不断的报复别人，这难道不恐怖吗？要换作是您忍得了吗？我是真忍不了了，今天来找您就是想和您谈合作。我知道孟家有钱，看不上我这点，但是要我说，这个孟伟他就值这么多。孟家这么多优秀杰出的后辈，就出了他这么一个畜生，如果你们继续纵容他，迟早有一天他会拖垮你们全家。你也看到了，这个孟伟这些年来做过这么多坏事，要是曝光出去，孟家可怎么办啊？我现在呢，就想给您一个选择，一个能长期合作的朋友，和一个败坏门风的亲戚，您选哪一个？孟丹民迟迟说不出话来，拿出了领导深思熟虑的做派。我告诉他，不管您选哪个，我都支持您。您要是选亲戚，我立刻让人把孟伟放了，但是相应的，孟家其他人的安全，还有孟家的很多秘密，我就不能保证了。但是如果您选我这个朋友，以后我一定会好好报答您，以后我就是您的一条狗，您说什么我听什么。但是孟伟得死，孟伟是死是活，我就交给您了。孟丹民满头汗，眼睛被熏得起雾，我注意到他嘴唇有点发抖，似乎在强烈的纠结中。他看向我，你们这是犯法的，瞧您说的，孟家犯法的事儿少了，可孟伟是我大哥的儿子，我要怎么跟我大哥交代？您放心，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，全当孟伟失踪了，你大哥查不到，我这位兄弟业务熟练，您放心的选吧。他低头看着金条，默默合上标书，重新吸了一口气。这个新城集团的整改做得很好，具体方案我要带回去研究，希望以后能建立长期的合作。我微笑点头，把通话开成了免提模式，然后对那头的刘峰说，听见没？领导发话了。紧接着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人挣扎求生却不出声音的动静，大约持续了几分钟，直到电话挂断。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支录音笔，起身朝孟丹民鞠躬，谢谢领导栽培。说完我扬长而去。不知道孟丹民是什么表情。除掉孟伟后的几年，我一帆风顺，毕竟我掌握着孟丹民同意让我杀掉孟伟的录音。从此以后，我们2个就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，互相利用，谁也别想摆脱谁。有他给我一路开绿灯，我怎么能不顺？当一个人有捷径可走时，除非他傻，否则他一定选捷径。这条路真的太好走了。我靠着孟丹民这条线称霸了市里的房地产。我还学到了一种新的金融玩法，叫杠杆，在房地产这一行里能玩出花来。简单来说就是我拿着一笔钱去买地，然后用买到的地和银行贷款做工程款，但工程款我不拿去盖楼，而是继续拿去买地，然后继续用买到的地和银行贷款。用这招我能迅速扩展公司的规模，也很快尝到了甜头。徐老弟期间提醒我说，黄总，杠杆您得有度，不能一直玩下去，否则迟早会崩盘的。可我当时没听，从而酿下了我人生中的第4件祸事。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祸事。2013年5月，因为加杠杆次数过多，已经达到了危险标准，银行拒绝向新城集团放贷，民间信贷、影子银行一类的公司也因为担心杠杆崩盘而拒绝向新城集团放款。其实不放贷也不是大事，只要新城集团多盖几个楼盘就能解决问题。可偏偏上个月，孟丹民从我这里弄走了2000万，直接导致新城集团账户上的资金变少。现在账上的钱，别说盖一个楼盘，就算是盖一栋楼都很困难。要放在以前，我还可以通过卖掉一处地皮来筹款，但现在所有的地皮都已经抵押给了银行。此时，新城集团急需一笔现金流进入账户，如果没有这个现金流，新城集团将极有可能因为烂账而崩盘。我不能接受。
于是我让公司高层还有徐老弟给我出主意，可公司高层除了让我去筹款之外，说不出别的办法，反而是徐老弟说出了一个很危险但却可行的计划。那天他把门关上，董事长办公室里只有我和他。他说新城集团现在需要一笔现金流，那我们就想办法弄一笔现金流。现在银行那边的贷款可以先拖着，只要没开工，银行的贷款利率迟早能还上。当务之急是要先做出一个楼盘，然后把这个楼盘去做预售，用预售款去补窟窿，这样才能救活新城集团。可我告诉他，我们的钱不够盖一个楼盘。他答可以空手套白狼，你让峰哥内部安排一个人假装承包商，让他去对外招标包工头干活，签按项目结算的合同，项目没结束就不发钱，等房子建到一定程度后，我们就预售，收回预售款去填集团的窟窿，等达成这个目的后，就让那个承包商躲起来，这样一来，包工头和承包商签的合同跟新城集团就没关系了，后面可以说新城集团已经把工程款转给承包商了，承包商卷款协逃，新城集团也是受害者。这招高明的建材呢？据我了解，建材厂都是按批次出货，有时候机器出问题，或是原材料有问题，都会导致那一批次的建材质量不达标。这样的建材通常都会按废品卖。我建议您去买这些劣质建材，几乎花不了什么钱。我都开始佩服他的胆大。可用劣质建材盖楼是有安全隐患的呀，而且那些包工头也不会善罢甘休。没事，把锅甩给承包商，就说房子盖到一半，承包商卷款协逃，项目的资金链崩盘，导致楼盘不得不停工，业主得不到房子，自然就不存在什么安全隐患。至于那些包工头，你可以对他们说，虽然这件事情和新城集团没有关系，但新城集团愿意给他们几套公底房，以此来安抚他们，等将来有钱了，再把这个楼盘爆破掉，最后赔偿那些购房业主损失。至于包工头，由于是公底房，自然不存在赔偿问题，这件事就结束了。听到这，确实是一个完美闭环。虽然这么做很缺德，甚至可以说是断子绝孙的事儿，眼下新城集团确实到了即将崩盘的地步，我只能铤而走险。如他所说，我让刘峰的一个手下去扮演承包商，由他去放出消息吸引包工头竞标，我则匿名去购买劣质批次的建材，剩下的钱需要全部用于打通关系。项目是2013年7月底开始的，人员建材一切都很充足，还安排了一个曾经的老熟人做工地的项目经理。即便内心忐忑，但既然已经走了这条路，就不能回头了。2014年2月9日的那个晚上，我刘峰、徐老弟一起去到工地查看施工情况。下车没多久，就有一个工人拿着截断的钢筋往我们这走。他起初和徐老弟说话我没听，可后面听到他说的是劣质建材的事儿。本来我打算让徐老弟来处理这件事，可看上去那个男人并不领徐老弟的情，反而一味地强调这是劣质建材。我本来就因为这是违法的事儿而整天提心吊胆，当我听到这个工人一遍一遍地强调这是劣质建材的时候，我真的受不了。这事儿不能败露，更不能东窗事发。于是我走到这个男人的身边，问他叫什么名字。他说他叫张平。我点头，顺势将他推下地基，看着他被锚固定的钢筋贯穿身体。现场所有人都被我这个举动吓到了，只有我知道我必须得这么做。我交代项目经理周前善后，然后带着徐老弟和刘峰上车离开。对我而言，这个工地是新城集团唯一的希望，他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把他的正义之心放在台面上。老实说，这一刻我都怕我自己，我感觉我变了好多，甚至可以说是面目全非，但我必须这么做。我答应过李芳，我要让我们的儿子出国留学，开大公司。前几年我已经把二老和黄晕送去英国的贵族学校念书了，现在就只差开大公司这一条。我要把新城集团经营成一家大公司，然后等将来黄晕留学回来，亲自交到他的手里。为此，新城集团绝不能垮在我手里，即便是用这些违法的手段，我也一定要让新城集团持续下去。番外一，医者仁心。2000年1月，市人民医院。黄新成，那拜托您了医生，奈保大一定要保大，拜托您了医生，我这里有点钱，您收下，求求您了医生。黄新成掏钱给医生，医生收下了，然后拿着同意书进了手术室。术后，医生只保住了孩子，他默默地看着黄新成塞给他的100多块的散钱，走到了缴费处，这些钱寄进李芳的账户上。番外二，2014年11月20日，新城集团董事长办公室，黄总拿出小本子，翻了几页，用备用手机打了一个号码。黄总，喂，领导，有件事想请您帮忙，不是很大的事情，就是我和徐敏想带个人去看守所见犯人。哎，是，领导，我知道这不归您管，但是确实有需要，确实是遇到问题了，遇到问题要解决啊。领导，您不能这么说，我给您的孝敬可不少啊，还瞧您说的，怎么是威胁您呢？我哪儿敢啊，真的是这件事如果过不去，新城集团可能就完了。对，只要您让看守所那边放个绿灯，让我们进去一趟就行。不对，绝对不会，您放心，绝对不给您添麻烦。好的，谢谢，太谢谢您了。电话挂断，黄新成看着手机。曹，2014年11月24日，看守所外。黄总，徐敏，一会儿见到周前后，你知道怎么说吗？
徐敏，一定要这么说吗？黄总，这也是为你好，这一次警察差点就去查售楼部了，你不怕吗？徐敏，怕，黄总，怕就对了，与其整天提心吊胆，不如就把所有责任都甩给他周钱。徐敏，我们拿他妻儿要挟他，如果他是个自私的人怎么办？他可能会反水。黄总，不会的，他和我年轻的时候很像啊，我不会看错的，他一定会为了自己的老婆孩子认下来的。徐敏，真要做得这么绝吗？黄总，他不死，我睡不着觉。番外3，杀母刘子。2015年3月3日，火葬场内，周乾的妻儿来领周乾的骨灰盒，正在里面抱着周乾的骨灰盒哭。徐敏和刘峰在后面看着他们。徐敏，峰哥，黄总不是答应过周乾会保他们母子的平安富贵吗？刘峰，是答应过，反悔了。徐敏，可刘峰，别劝，一会儿等他们出来，我手下会迷晕他们，你就开车回律所，剩下的事你别管了。徐敏，峰哥，积阴德呀。刘峰看向徐敏，烂尾楼的主意是你出的，你出主意的时候想过积阴德吗？徐敏，我没想到这件事居然会产生这么多后果。刘峰，现在说什么都没用，我联系好砖窑厂了，火力够猛，骨头渣子会和那些烧坏的砖头一起处理掉，没人会发现的。徐敏，刘峰，怎么？徐敏，孩子还小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至少留孩子一命。刘峰，斩草要除根。徐敏，你也有儿子？刘峰，他想了一会儿，答：好，杀母刘子。徐敏，那就这么说。刘峰，你想过怎么处理留下的孩子吗？徐敏，我会把他送到国外去，找个家庭领养他。刘峰，黄总那边我怎么交代？徐敏，你就说都杀了，省得黄总多疑。刘峰，行。徐敏，说起来马上4月了，你是不是要去处理那个承包商了？刘峰点头，对，给他家人留了笔钱，他应该可以放心的死了。徐敏，为了救活新城集团，害了几条人命啊。刘峰，快有2只手了。番外4，从前说，2019年，新城集团大楼电梯内，一名员工刷抖音，放了一段背景音乐。黄新成在电梯内皱眉，叫住那名员工：黄新成，这首歌叫什么名字？员工回头看见董事长，愣得说不出话。黄新成，我问你，这首歌叫什么名字？员工叫从前说。黄新成点头，好。说完拿出手机搜了下这首歌。到办公室后，黄新成还在看手机，然后开了音乐外放。他把手机放在办公桌上，自己靠着老板椅，听着这首歌的旋律。还记得妈妈说，陪一个男孩子长大要用青春来做赌注，我要听着亲戚们的闲话，等你为我送来一束鲜花。黄新成红了鼻子，拿起办公桌上李芳的照片，仔细端详，说，声音像，歌词也好，李芳对不起呀。说完把相框贴近胸口，我还是想你啊。番外5，孟伟结局，勒死，烧了。番外6，祸根苗。2022年8月4日，新城集团大楼董事长办公室。黄新成，儿子长高了，也帅，和你妈妈一样好看。当年我答应你妈要把你培养的一表人才，能文能武还有钱。现在你留学归来，爸都替你想好了，你先去基层历练一下，等你掌握了集团的运作规律，我们再慢慢的提升，爸会一点一点的放权给你，等以后把整个公司交给你打理。黄晕，黄新成，公司的账户干干净净，也没有税务问题，公司制度也很齐全，你只要把这一套学会了，我就能放心甩手，再过几年就和你外公外婆去乡下找个宅子养老。黄晕，爸，说起这个，我想问下经开区的那个烂尾楼盘，15年因为资金问题停工了，现在都过了7年了，我们集团真的缺这笔钱吗？黄新成，这件事是一笔烂账，你别管了，爸会处理好的。黄晕，好。黄新成，来，和爸说说你交女朋友没有？有没有你妈好看啊？